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拆这个 i8，然后我们先拆 CPU 的屏蔽罩，然后我们习惯是从背面拆的。好，调好温度啊，然后我们在背面吹，吹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在它的右上角，我们轻轻的把这个屏蔽罩，然后向外推，然后这时候就下来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好，拆了屏蔽罩之后呢，这个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 A11号。好，这个 A11，那继续拆的是它的硬盘，先除胶了哈。用低一点的温度，然后把周边的胶先除掉先。好，除完胶之后，我们就上这个焊油到这个硬盘这里啊。以前在开 i7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下刀，然后 i8我们在这里是刚刚好没东西哈，这里是可以下刀。这4个边只有这里是没东西的。就开始拆了。因为它的焊点和 iPhone 和 i7是不一样啊，那我们拆的时候有可能会时间会长一点。好，接下来拆了硬盘之后呢，我们量了阻值之后呢，就继续拆这个 WiFi。也是先除了胶啊。然后再上焊油在它的外放旁边，然后就开始拆了。拆这个 WiFi 的时候，只要用薄的刀片，然后受热均匀，然后把刀片插进去就 OK 了。好，接下来就拆这个i8的 U2。然后我们看一下，对比一下这个7的 U2，它是大很多了哈，因为是无线充电的原因了。放下焊油，然后吹了哈。这个就是 U2了，它的型号是1612A1。现在就搞这个基带 CPU 哈，然后这个基带 CPU 是比上一代就是7的上一代的是距离比较远了就是它们的距离是远了哈，然后我们现在就出胶。它们的距离没有那么近的话，它拆的风险就不会那么大了，因为在这个在吹的过程呢，它这么距离远的话呢，风险就降低了。做完胶之后呢，我们就拆这个基带 CPU， 也是先放一些焊油在周边，
拆的时候呢，这个是没有什么支撑点，因为这一边是有那个电容电阻然后我们拆的时候只能再撬到这一边，但是不是撬到底了然后现在我们拆。由于外蒙他出差了，然后剩下这些 IC 的拆装由我来完成。基带 CPU 的底角组织我们已经量完了，然后现在把这个基带 CPU 安装回去。现在我们拆的这个是基带电源 IC。接着拆下这个大音频 IC， 同步 IC 一起取下。现在把这个大音频 IC 测量数据 OK 之后装上，不装上的话，以后那些小音频 IC 测量数据会有错。接着呢，把这个铃声 IC 取下。测量数据 OK 之后装回去，接着把这个振动 IC 取下。现在拆的这个是前置音频 IC。现在取下这个是充电管理 IC。测量好数据之后安装回去。现在呢，就是这个8代新的无线充电 IC， 测量好数据呢，把它装回去。好，现在才开始拆 CPU， 已经出好了边胶，然后上一些焊油。我们拆的时候呢，在这里拆了2个电容，然后下刀。OK， 拆下来。把 CPU 拆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主板除胶和 CPU 除胶。除完胶之后呢，我们就用直吸板来直吸。直完吸呢，我们先安装好这个硬盘。装完硬盘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就是装这个A11的 CPU 了。我们先给主板上加焊油，均匀的给主板上焊油。如果是那个焊油不均匀的时候，用镊子去拖一拖。然后把 CPU 放到焊板上面，
我们安装 CPU 的那个风速和温度呢是比平常拆的是低的，因为和拆的时候的温度的话呢，很容易会导致后面的电源会爆熄啊，还有就是把 CPU 中间的那一层会吹爆，所以我们选择的温度是290，风速是50。安装好 CPU 之后，我们就给主板加电了。按开机键看一下能不能正常开机。好了 ，OK 了。然后现在还是数据线的模式，因为我们拿的是工程版，它本来的模式就是数据线模式的，这样就完美拆装 A11 CPU。